正是呢。我本来呀也不想让他们出来伺候人的，但这些孩子们呢太懂事了，他们觉得吃我的喝我的很是过意不去，又想等长大了之后有个一技之长。无奈之下我只好安排他们做些小活计。挨打受罚也算是一技之长。贵人您不懂，这些人呢原本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，若是沦落到外头去，哪里能活到现在呀？不是冻死了就是饿死了。现在他们在这里虽然会受点委屈，可人活着比什么都要紧啊。再者说呀，我也是没法子，这么些人总要吃喝的，我也没那么多银钱可用，若是不用他们，那就得从外头再买些人来，又是一大笔花费。那这善堂可就办不下去了。畜生我见过，人面畜生我见得挺少，你算一个。什么？听说最近善堂里有个孩子死了。是有一个，那孩子天生有心疾，我收养的时候官府那边都登记写明白了的。这年头想要养大一个孩子很不容易的，这生病的孩子更是如此。我每个月都花钱给他找大夫，周边的人都知道的。可惜了，他爹娘没给他生一个好壳子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。梁老爷在世的时候说了，即便是孤儿，那也是好好的人。既是人，那无论如何要保他们平安长大。他在世的时候，这些孩子最多干些帮忙摘菜洗碗的活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现在的他们活得根本就不像人。并不是只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才叫杀人。梁掌柜，你作孽而不自知，小心你爹半夜找你算账哦。小人去看看公子。然而这时不远处跑来一个少年。阿全，你慌什么？没看到这边有贵人吗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长官，那边出事儿了，几个公子他们打起来了。不对，是好几个公子，他们带着小厮围着一个公子打呢。你没阻止吗？那些公子们不让，打完了才放我过来，怎么办啊？都打完了，被打的是谁呀？是萧公子。这些人都跟他同龄，力气虽然是不大，可他们下手根本就不会留情的，几乎是尽了自己所能，让萧文燕爬不起来。宋翠，可看到这些为管家出气的少年了，动手，不要伤了他们性命，让他们跑不了就行。然而下一刻，宋翠动手，在练家子面前，这些少年就跟小鸡崽子似的，半点还手能力都没有。别打呀！梁掌柜，去寻根绳索来吧，要足够长，足够结实。不行的呀，这些都是贵人，你怎么能对贵人们下手呢？不对他们下手，那对你下手可好？我弟弟站都站不直了，好像还掉了颗牙。梁掌柜这身板可够赔的。你肯定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怎么那么巧？为什么就那么巧呢？这你就要问问这些个公子了，为什么就这么巧，非要和你作对，竟伤害了你最看重的客人？今日你究竟是听我的，还是听他们的？可要好好选，选错了，不仅银子没有，你这条命都未必保得住。你不拿绳子也行，我自有报官的法子，到时候官府的人直接进你的奇欢楼内抓人，那也不错。宋翠把人给绑了。大姐，闭嘴！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发挥你装可怜的作用。大人，我要告这些人欺辱我弟弟。我到的时候，亲耳听见他们满嘴张狂的要为管事出气，因文彦是我弟弟，所以才想要打死他，帮大人做主。你既已经让下人动了手，那就没有再发第二遍的说法了。本官只能让他们赔偿你弟弟的医药费用，另外训诫一番。都是些孩子，不好再用板子了。我知道，他们入了衙门就成。他这一句话，霍勋就明白了，这孩子倒是个精明的。报案只是为了给别人看的，杀鸡儆猴而已啊。但是判完之后，霍勋让衙役去通知各家过来领人。不是啊，为什么还要绕远路来衙门啊？你的人那么能打，你再重新打重一点，我有报酬就好了嘛。来了衙门，我好丢人啊！真的好笨啊，挨一次打还是数不清的打，你竟然想选后者，我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没出息的癖好。这还不都是怪你啊！那些人之所以对我动手，都是因为你在外头惹了事，因为你得罪了管事，所以他们才来欺负我的。你出门之前我已经与你提过2次，只是你自己未曾仔细分析过自己与那些人之间的关系，自认为他们与你之间的兄弟情谊坚定不移。今日他们能因为管事对你痛下狠手，他日就能因为其他的事情舍你而去。你应该庆幸这份情谊在你还年少的时候便彻底终结了，否则将来你的下场便如孟平章一般，没什么区别。挨一顿揍，让你看清身边什么人能处，什么人不能处，值得。
萧文月很委屈，但又找不到理由反驳。很快，各家也都过来领人了。孩子们还小，不太懂事，外头关于管真儿的那些传言，他们也都是听不懂的，只以为是你们家做事太过狠绝，这才帮着管家出气，可没有为管真儿鸣不平的意思。萧姑娘，是你想多了。既然他们不懂，那就更要好好教，否则早晚走上管真儿的老路。且管真儿都被管氏除族了，便是尸首都直接扔在了荒郊野外。管夫人为民贫愤，不惜舍弃亲生女儿，尔等若是让儿女为管真儿撑腰，岂不是在告诉别人，管氏的正义之举是无奈之下的虚伪选择？除非你们觉得管氏一族表面上赞同陛下的处置，私底下却想要针对我萧家，为女儿报仇雪恨。绝对没有。萧姑娘，你一个女孩子如此伶牙俐齿可不好。我弟弟木讷好欺，所以现在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你们自然是希望我同他一样笨傻，这样我们萧家就更好欺负了。贵公子年纪虽小，可做的恶事却不少。天理昭昭，你们若是不想要儿子长命，大可以在这里多骂一会儿，心中生邪，总有应处。小姑娘，你可别胡说，我们可没有骂你，我儿子更没做什么恶事，哪里来的报应？萧云卓的嘴角微抿，不说话了，就只是微眯着眼笑着看他们。这般神情跟态度，更是让这些人不安起来了，连忙就把儿子带走。你也没说什么呀，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呀？都急急忙忙的走了。心虚啊，你可知道齐欢堂的前身是什么？我知道啊，善堂里头那些孩子都是孤儿，在里头讨口饭吃嘛，所以我每次去都给他们赏钱的，虽然也不多，但是肯定够他们吃饭的。你觉得这样很对？有什么不对啊？我也知道他们可怜，所以我每次教他们伺候的时候，都不会让他们做一些太麻烦的事儿。就算他们输了，我也不罚，这还不行啊？若从今日开始，家中只管你吃喝，但只要我与老太太需要，便叫你过去跪着伺候，高兴了便赏你几个铜板，你觉得可行？我跟他们怎么能一样啊？我又不是没爹没娘。萧云卓听着这话，神情复杂。说萧文燕错了吧，只怕他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。毕竟别家公子也这么玩，相比之下，他算是有些原则了。萧文燕的年纪正是当好好教养的时候。朝廷在各地也有建设善堂，每年都会拨粮拨银，保其中老幼有所依靠。为了避免将他们养成惰民，甚至还会施行既养且教的法子，让那些幼童长大之后能各司其职。只是因为朝廷银钱有限，所以官府所办的善堂并不多，这才鼓励民间附身多行善事，这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听霍夫子说过，他说圣祖在的时候怜惜百姓，特建善堂。那你再看齐欢堂，究竟是行善之地还是作恶之地？那梁掌柜接手善堂没几年，便已经将其中孩童糟蹋成那副麻木模样。若再10年、几十年，甚至其他民间善堂也效仿，到时候又是怎样的场景？萧文燕想了想，也明白大姐的意思了。你是说利用那些孤儿赚钱是不对的，但他负责他们吃喝了呀，给他们落脚之地，这个养恩不是很大吗？民间过不下去的百姓有很多会卖儿卖女以求周转，这些人多是无路可走，才会将孩子送到受人差使的地方。我们家也有奴仆，可即便是奴仆，每个月还有月钱，更要管他们的吃穿用度。年纪小的奴仆更不能随意打骂，要先养后教再用。正经人家即便是主子也不会随便虐奴，否则也会担一个不慈名声。可那齐欢堂里的孩子，他们还不是奴，年纪小不说，每天干的活却不轻。他们没有月钱，只是填饱了肚子，却还要对齐欢堂的掌柜感恩戴德，凭什么？而且平民百姓出门做工，只要不签契约都能来去自如，但齐欢堂的孩子不能。他们走了之后，不仅要偿还齐欢堂的银钱，还要受人指点，被所谓的报恩压制，不得不继续为梁掌柜做事。你觉得这还算是应当的吗？我之前没想那么多。你能懂就行了。你若想做个被人称颂的君子，便要离这样的地方远一点。最重要的是，应该有自己的分辨能力。我记住了。你才跟着霍夫子学了1个月，你的很多缺点他都还没瞧见。但倘若你将来依旧如现在这般，连最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楚，那霍夫子必然会将你扫地出门。他的名气之大，你是清楚的。若被他赶出来，那你才是真的丢人。那大姐，霍夫子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他知道我去那种地方，肯定会不高兴的。完了，我完了呀！我还说我自己一定会拜师成功的，大话都说出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自己犯的事儿，我是不会替你想法子的。哎呦，
肖文燕搓搓脑袋，很是惆怅。我看你最近挨打的时候也挺可怜，所以如果你能让霍夫子认同你，那我便再找人教你习武，怎么样？不过也是有些悲哀啊，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，愣是把亲儿子养得像一条狗。什么习武？我要学，我学，我一定要学武的。不过如果我学武的话，为什么还要读书啊？我觉得学一个就好了呀。只学武那是野蛮武夫，不行，我师父说了，文能开智，武能强身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本来没想管你的，但现在既然管了，你就得听我的，要不然我就打你。其实我还可以亲自教你，但是你太笨了，太烦人了，你不配。当太阳落山，天空铺下了黑幕，萧云卓在自己做出的简易祭坛前做法，手里数道招魂符闪出，最终更是念叨个不停。不孝子，这个不孝子，我走的时候他说会好好照顾善堂的，还和我发誓了，竟然这般胡来，简直是作孽呀！齐欢堂到他手里一共病死了3个孩子，虽说这3个孩子都是自身有疾病，可若不是他苛待他们，也就不会让他们这么早便没了。他这手上不算干净，你说是吧？我也是没想到，我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教他读书，让他好好向善，可怎么教都不行。我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恶事儿，为何就养出了这么一个不孝子？梁老头只感觉非常难受，他哭着，竟然发现自己还看到了虎子的灵魂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年来还不到下面去？这都成游魂野鬼了，想走都难了呀！虎子把自己弟弟的事情跟梁老头又说了一遍，梁老头更觉得生气又愧疚了，都没脸见虎子了。你儿子倒是挺聪明，虽有虐待孩童之嫌，可表面功夫做得足，不违律法。但若对他此行置之不理，迟早要惹出更大的祸患。你与人为善，生前做了许多好事，所以我特叫你来商议一下，当如何解决你儿子的问题。我已经死了，底下的规矩是不能插手阳间的事的，我恨不得立即将人带到下面去，可这肯定不成。不能带走他，但教训一下还是行的。萧云卓说着赠他一符，梁老头也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接了东西之后立马就飞出去了，怒气冲冲的。梁掌柜此时是辗转难眠，想着白天的事儿，心里还是忐忑。你这个不孝子，混账东西，我非要打死你不可！梁老头手里面握着生前最常用的那一把戒尺，冲着梁掌柜的就直接打了过去。爹，我死前怎么交代的？我说了，善堂里的孩子们可怜，你拿他们当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对待，好生照料。你个见钱眼开的畜生，你的良心都去哪儿去了？留着你这么个祸害，我还不如直接打死你算了。梁可汗毛骨悚然，连忙就开始跑，可是还是被亲爹打了好几下，惊吓之中就冲了出去，人都跑到大街上去，他慌里慌张的在大街上乱跑。哎呦，爹，别打了呀！你打死了我，谁给你烧纸钱呢？谁给我们梁家传宗接代呀？我现在还没生出儿子来呢，难道你希望咱们家绝后啊？你个没良心的逆子，你这些年的书都白读了，我教你积德行善，你是一句也没记住，还想着传宗接代。就你这种祸害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我老梁家就算是绝后，也不能做这种缺德事。你明日立即将那赚钱的生意停了，要不然我就算是拼着灰飞烟灭了，我也不能让你消停。哎呦，爹，您糊涂啊！我才是你儿子啊！那些孩子与咱家又没什么关系。您干什么？一定要为他们讨公道呢？我没你这个不孝子，我是死了，可你不要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往后你也甭去坟上给我磕头说那些假话哄骗我了。过些日子咱俩在下头见。别，爹，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您真忍心带我走啊？梁老头却不管他，
而是阴嗖嗖地盯着。你没爹管是不行的，以后爹夜夜来找你，很快你就能跟着爹走的，你等着。哎呦，爹啊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不想死啊！然而在他头的时候，爹没了，梁老头飞了回来。让大师您看笑话了，这混蛋玩意儿向来胆子大，1、2日只怕不成，所以我想麻烦大师让我多留几日，我非要吓死这个不孝子不可。你儿子不是短寿之相，命中也没什么灾劫，遇上我已经算是一个变数了。若你再横插一脚，让他提早戒阎王，只怕也会影响你的轮回之路。你生前为善，在教养儿子方面也并无不尽心之处。你与他之间的血缘因果已经了结的差不多了，如今出面吓唬几日没什么问题，但要他的性命不太妥当。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害那些孩子啊！这你放心，我已经应了虎子所请，自然不会让他这缺德的生意继续做下去，只是劳烦你这几日多缠一缠他，只要他愿意将这善堂出手，我便将其买下来。萧云卓觉得自己也需要一个铺面，他那算命摊子摆起来也是有些麻烦，天太冷太热的时候都不好出门。这齐欢堂的后院给那些孩子们用，再把前头2层小院的铺面给单独隔开。他将铺子给买下来，再正式雇佣几个胆大心细的掌柜，这样就会更加稳定了。只是要花费不少的银钱，连带着那些孩子们的吃穿用度也要包下，压力会大一点。当然，这善堂本是你梁家家产，说你老人家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强行要买的。愿意，我当然是没意见，也是我生前没遇到能托付的人，这才一时心软信了那臭小子。只恨没有早些遇到大师，若是我还活着，这善堂便直接赠给您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这几日会和那逆子说清楚，务必要让他将善堂给您。他要是不乐意，就算我不带走他，也能让他3日一小病，5日一大病，他迟早要松口的。这倒不必，该多少钱我买便是，我不爱占人便宜。败家子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这铺子立马给我卖了，就卖给你白日见到的那位贵人，不许给旁人，知道吗？爹，小梁掌柜，你这是做噩梦了？什么梦吓得这般厉害？我瞧着你在街上乱喊乱叫的，一直喊你爹，咋的啦？梦到梁善人啦？是梦到我爹了，老东西追着我跑，太吓人了，幸亏是梦啊。都说衙门儿不是个干净地儿，你今儿去了那里，回来的时候也没区晦气，难怪会做噩梦了。明日一早，大家伙弄个火盆给你跨一跨，就没事儿了。因为梁上人的关系，左邻右舍对梁掌柜的观感还是不错的。人模人样的谢完邻居们，梁掌柜的这才回了齐欢堂。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吗？大姐才说要让这个梁掌柜的感受一下被仙人暴打的滋味。大姐，他真的是做梦梦到他爹了，你说巧不巧啊？哦，这善华堂毕竟是他爹亲手建起来的，自然要问一问他的意见，所以我特地将人叫上来了。既然你也瞧见了，也该有些感想吧？啊，不是，大姐，虽然你跟他说的话正好对上了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这么神奇的事儿的。就像是那些邻居们说的，他心虚，所以才会梦到他爹的。嘴可真硬啊！反正我不信你真的能把他的死人给叫上来，除非你让我见见曾祖，我特别想亲眼看看曾祖长什么样的，而不是看画像。要是我今晚能梦到的话，我就相信你。你信不信对我来说很重要吗？叫曾祖上来，曾祖生前功绩，这注定是不会轻易投胎的。以他的本事啊，到了底下没准还能捞个官做做呢。曾祖的脾气我有所耳闻，若是让他瞧见你这么没出息的样子，你觉得自己还能活？不，还是不了吧。这就对了，不是我不让你见曾祖，是你还不配。那大姐，如果我将来成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大将军，你就让我见一次可好啊？等你死的时候再说。若你死得很光荣，我便请曾祖来接你下去，不错吧？等他死的时候才能见，那好久啊。那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？我想回家。
你想让祖母看到你这么狼狈的样子吗？他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受不了多少惊吓，所以还是再等等吧。再过几日，你脸上的伤痕浅一些再说。大姐，你真的会算卦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我会的可多呢，最会打不听话的小孩。哦，谢谢你啊。虽然昨天他被打得很疼，大姐让松翠帮他报仇的时候，他心里还是很爽的。奇欢楼的事儿，大姐好声好气的教他。此时萧云卓也听到那蚊子一样的声音了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不就说了一句谢谢吗？你帮我打人，帮我出气，我懂啊。霍夫子说了，与人来往，不管是道歉还是道谢，都应该干脆果断，方显真诚。不错，没那么糟心了。我本来就没有那么让人糟心嘛。等我买下了奇欢楼，你每个月得空的时候，去后园帮忙照顾那些年幼的孩子，做些事作为回报。我这个人喜欢更实际些的东西，道歉也好，道谢也罢，都不只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不对啊，你要买奇欢楼？大姐，奇欢楼虽然位置不好，可是也是值很多银子的。先不说那个梁掌柜的卖不卖，就算卖，你能买得起吗？难道你要动用家中的银钱吗？我们家家底虽然不少，可是每年能用的银子也是有限的。你要是全用来买奇欢楼的话，账目就要亏空了。我自己有钱，你能有多少钱啊？我知道，爹跟大哥都会补贴你，你还有一些金银首饰，那最多也就5000两吧，肯定是不够啊。我要是你，就把手里银钱都好好攒着，以后用来做嫁妆。5000两？萧云卓愣了一下，稍后摇了摇头，不，他有钱，他有好几个5000两呢。大姐，不是我舍不得让你花钱，而是家里确实是不太宽裕，这个铺子买在手里边也做不了什么生意，还得往里头贴钱，1年2年没什么问题，可是长久的话，增的开支就太大了吧？那也要买，放心，家中账上的银子，除了我该领的月例，我不会乱动的。我上回还看中了一块地，用来建坟，正好也一起买了。啊？建什么？萧云洲想得认真，也没搭理他。这块地挺大的，但是在郊外，而且没有经过开垦的荒地，离村舍很远，附近有河流又小山坡，价格不会太高。这种地方一般也是卖给人家葬祖宗用的，这风水也不是最好的，但用来满足孤魂野鬼们的需要，这肯定是够了的呀。买了，都买了。萧云卓见了乡地才知道，这个地儿被称为叫花神坡。每年春夏的时候，附近总是有香气漫出，花香四溢。萧云卓在外头耽搁了几天时间，才跟乡里签了契，又叫当地的县衙盖了章。有了地契，萧云卓也是安心了很多。大姐回来了，回来为什么不先来看我？我都要闷死了。他还去奇花楼，奇花楼大门紧闭。大师，您回来了呀？你这几日一直闹他了，都没让他歇口气。歇什么歇？这个畜生！大师您是不知道啊，我本来以为他只是个奸商呢，没想到我死之后，他将日子过得一团糟。我这几日跟着他，发现他一直不回家就很奇怪，后来才知道他嫌他媳妇儿生不出儿子来，将人冷落了。他还学着那些有钱人去侠妓，他去那种地方，一趟便能挥霍几10两银子。我那儿媳妇儿是个不错的好孩子，生的孙女儿我也是很喜欢的，可偏偏有那么一个爹，我真是对不住他们。这畜生自打前夜被我吓醒之后就没敢再睡了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能撑多久。萧云卓是看出来了，梁大善人是真的想杀了亲儿子。哦，掌柜在楼上，他这2日一直在等您呢。萧云卓上了楼，身后梁善人跟虎子一老一幼2个灵魂也跟着飘上来了。姑娘，是不是要买了我的奇欢堂啊？不是啊，我是来收账的。梁掌柜，2000两银子你没忘吧？不，我爹说你要买房子啊！哎呦，你快买吧！我爹非要我将这块地卖给你，再不给你，我的命就没了呀！我知道我不是个东西，我是个畜生。我这种人守着奇欢楼，那就是脏了这地儿。我懂，我卖完了立马就走。你我签了契，我找你要债理所应当，你怎么能逼着我买房子呢？你这地儿房子是不错，可也太大了些，前院的位置也不好，后头还有许多要照顾的孩子，这价格必然是不低的。
你看我可像个冤大头？不贵，真的不贵。我这前楼装饰的十分华贵，您也是能看出来的呀。后院的确是有些累赘，可地方大呀。这些孩子您就当是小猫小狗一样养着，让他们干点活，总是有点用处的。实在不行啊，就全部赶出去。小姑娘，您可救救我吧，这地儿我只能卖给您啊。别，无亲无故的，我为何要救你？梁掌柜，你莫不是忘了，我弟弟可是在你这里受伤的。之前说好了，你要承受我弟弟的10倍之痛。我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好，恐不长久了，所以这才着急过来，在你死之前将债收了，免得你人死了，欠我的债却没还，那多难受啊！白纸黑字，还有保人作证，抵赖不得。若10倍还在我的身上，那我还能有命在吗？哎呦，贵人饶命啊！我就是一做生意的，没想着令弟会受伤啊，你就饶小人一回吧。那不行，说好的事儿就得应。我赔银子，我多赔些银子。银子岂能买得了我弟弟受的苦？我将这奇欢楼送给你，我不要钱，不要钱还不行吗？免费的东西，你觉得我可敢要？贵人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求您给个痛快话吧！我在您手里也是无路可走的了，不论您说什么，我自是没有不应的呀。你这奇欢楼好好一个善堂，弄得乌烟瘴气，这后院许多东西都要拆了重新建。前头铺子虽华丽，但位置不好，所以我最多只能出6000两。送的他不要，他要花钱，这贵人脑子不好使吧？这是奇欢楼的价格，与旁的事儿不能混到一起去。至于你欠我的账，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按照契约来，生死有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的丫鬟很厉害，可以保证留你一口气，让你做个活死人。梁掌柜的连忙摇头。第2个选择，那就是你我再签一契。若我买了这里，也需要有人帮忙打理，你给我做20年掌柜。你让我做掌柜？做我手底下的掌柜，便不能再如以前那般。你那奸商的能耐，放在别处我不拦着。可若是放在后院那些孩子身上，我自有法子治你。这2个法子就要看你怎么选了。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过了时辰，那便是默认你选了第1条，便站出来受打吧。您这是因为我才高抬贵手的吧？这个混账，他死有余辜啊！倒也不是因为你，我瞧着善堂里的孩子们见了他都像是老鼠见了猫，若我直接接手，还得想法子安抚他们，他自己做的孽自己承担。当初怎么虐待这些孩子的，以后便怎么还回来。梁掌柜的愣了一下，不知道他对谁说话呢。但经此一事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指望他自己改正是不可能的。若他懂事，以后听您的话，我也能放心的走。可若是他选了挨打，您打不死他，可我能，我绝不留着他害人。等到了下面，不论受什么罚，我认就是。我请你上来，只是让你教训教训他，不是让你赔上自己的。你也莫急，他财运和寿数的确不错，可人的运是能改的，不过是耗费些功夫罢了。若你真的舍得，我也能帮你一把。你在和谁说话呀？梁掌柜的吓坏了，说完甚至还啪啪的抽了自己2巴掌。我又在做梦吗？我爹还在，可我怎么看不到我爹呀？快点考虑，时间不等人。你是不是能看到我爹啊？是你让我爹上来打我的。是了，要不然怎么那么巧，我才见了你，晚上就梦到我爹了。我爹还要我将房子卖给你，你会邪术啊？这混账！我做这里掌柜。好，20年，每个月2两银子。做得好了，另外有赏。这奇欢楼本是你爹的产业，而且我也已经与你爹商量好了，我买房子的银钱必须交给你妻女手中，你负责签字便好。梁掌柜的灰头土脸的，他爹跟这个女人果然是一头的。我都听你的，你能不能让我爹别缠着我了？只要你将你爹的所有要求达成，他自然会走的。很快，梁掌柜就支撑着困倦的身体，把妻女都带了过来。妻女4人看着梁掌柜的眼神只有惧怕跟瑟缩。萧云卓也没有多言，处理好了买卖契约之后，将这6000两的银票递给那个妇人。你就这么喜欢这个铺子啊？是啊，这么贵的铺子自然喜欢。
那你打算用这个铺子来做什么呀？你可是说过的，善堂不应该用来做生意。梁掌柜为了迎合你们这些公子哥，在后院装了许多稀奇玩意儿，东西也可以留着，给这善堂里的孩子们玩便是。我再叫人改一改，将他们住的房子修缮一番，让他们住得舒适些。前后院之间增加一堵围墙，留一道小门就够了。前头这2层小楼就不让他们进出了，我用来招待客人，互不影响。什么客人啊？那你想好了卖什么吗？算命看卦，驱邪避凶，你之前不是见过了吗？便叫杜林阁啊。张罗了一日之后，晚上萧云卓也把这善堂里的所有孩子情况都了解了一下。如今里头需要照顾的孩子总共有7、80个，另外还有10几个已经长成的孩子，年纪在15岁到20岁之间。萧云卓也见到了虎子弟弟，就是那个才10来岁的哑巴少年。你家父母和兄长生前给你留了房舍，距离善堂也不是很远。明日我随你去，将你父母留下来的财产找出来交给你，到时候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决定。虎子父母留下的银钱不难找，他已经算过一卦了，应该是在灶房的东角，许是被干草或者是砖石掩盖着，去挖出来就行了。哑巴瑟缩的摇了摇头。你放心，你父母虽然不在了，但还有亲族，你家人去了这么久，房舍依然留着，便是因为你家亲族都是实在人，若你回去，即便得不到别人照料，但也不会受欺负。你要知道，你并不是毫无退路，但你长大了，完全有能力过上正常人的日子，这便可以了。虎子之前想让弟弟走的，但现在这善堂成了萧云卓的了，虎子就不太担心这些了。我错了，我不是个东西，以前总是欺负你们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已经发过誓了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干了。而且我这齐欢楼，不，这杜林阁已经不是我的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们，你们不用这么怕。以后照样有你照顾他们的吃穿用度，若有克扣、威胁、打骂之事发生，我也不罚你的银子。我的本事你见过的，倘若犯了我说的那些事儿，我会请旁人来教你做人的道理。旁人？谁啊？这后头的孩子们，他们也都是有爹娘亲人的，你爹会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重新做人。可这些孩子们，他们故去的父母会不会再给你机会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梁掌柜那脸都哆嗦了一下。这辈子我都不想要再见鬼了呀！不管怎么说，大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让一个奸商变得比兔子还老实，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。这么想来，说大姐想要对付我的话，轻而易举吧。毕竟我年纪还小，比梁掌柜的还不惊吓呢。夏文燕就默默决定了，以后呀还是老实些吧。萧云卓安排好了迎琴师还有林夫子2人的住处之后，就在前头将之前登记的那些订单给整理成册。霍家三表叔对你的要求不高，你能少些浮躁之气，他应该便会对你另眼相待。你身体虽然还没恢复好，但不耽误读书。今日我陪你去见霍三叔。啊，你也要一起啊？爹娘不在，若他以后还要教你，那于情于理我都要前去拜会一下的。你为何紧张？霍夫子现在应该在京城书院，我怕你去了那种地方不太习惯。这你无需操心。哎，你们是谁啊？为什么会住在霍夫子的家里头啊？想必你是霍家表兄吗？我是萧家云卓，这是我弟弟文彦。霍杰看着眼前的女子，稍微想了想。哦，原来是表弟和表妹来此，失礼了。原来是霍夫子的儿子啊！大姐怎么一下子就猜出来了？这是我妻子，虽不是在京中城的亲，但礼数还算周全。这次回京，便是将她带给家中亲友瞧一瞧。三表叔不是说你游历去了吗？没有父母之命，也是礼数周全吗？哦，山高水远，便在当地先将她娶进门了，算是事急从权。哦，那人不懂京中规矩，也不通茶道，表妹莫要介意。白水好啊，解渴又干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老家本来就是那一带的，那地儿乱，我爹是镖头，因为得罪了个大仇家，便带着我搬去了别的地方了。我已经好几年不曾回去了。走镖可是个辛苦活，尤其是那边一带贼匪多，若是没些真本事，可保不了命。我过去也曾与那边的镖师们有过些来往，几个城市里最厉害的镖头我都见过。不知表嫂姓什么？我叫郭柴女，我爹叫郭牙，从前在那边也是鼎鼎有名的。你还去过关西吗？嘿，你们京城的女儿家又白又嫩的，我还以为这里的人都不屑提起咱们那边呢。霍姐有些无奈地看了妻子一眼，他这个妻子啊，不通文墨，性子也是耿直简单，
什么柴女啊？哈哈，你爹爹为何给你一个女子起这样的名字呀？郭柴女闻言，眼里立刻就闪出了许多的后悔。原来是老相识，郭衙郭镖头是个好人。最初瞧见我一个姑娘家孤身上路，心生怜悯，押镖的时候将我也带上了。我曾听他说，他女儿只比我大2岁，幼时曾被一只落单的柴狗拖走，险些没了性命，多亏嗓门大哭得响，吓得柴狗迟迟不敢下嘴，才活了下来。郭镖头提起此事时，可是颇为骄傲。你是萧师傅啊？啊，什么？萧文燕更是呆了，没想到这大姐跟表嫂真的认识啊！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爹，我和我爹都没了。大恩大德，我是几辈子都记得的。哎，你爹付了钱了？哎呀，那点银钱哪够啊？我们父女俩2条命呢。相公，这就是我和我爹和你提起过的萧师傅。我们成亲的时候还对着他的长生牌磕过头呢，你没忘吧？这是我们家大恩人。记得呀，哪儿能不记得呀？别人成婚是跪天地跪父母，他跟妻子成婚的时候，岳父带着他去长生牌那里，一家子人一起磕头，举手之劳，没有想到你记到现在。不过幸亏我当时多嘴几句，如今才能多个表嫂。只是我很是不解，好多年前郭镖头便念叨着要找个孔武有力的郎君做女婿，怎么到头来却选了表兄？那日我爹从城里回来，路上遇到恶人抢劫，救了相公，因此我爹还被刀子捅了。我爹扛着人虚弱的回家去，然后便倒下了。我一个人便要照顾他们2个，他是外男，我又要给他擦身，又要扶着他下地走路，名声都毁了。那个村子里的人说了，我没成婚，这么胡来是败坏村里姑娘的名声，没办法，就只能和相公拜了堂。我爹临走的时候也挺不放心的，觉得他瘦瘦弱弱的，未必能养家糊口。后来知道他会读书认字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只是也没想到，原来他家这么厉害，家里还有人当大官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和他成亲了。萧师傅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苦，吃饭要小口小口的吃，走路还要迈着小步子，明明什么活都没干，可我都要累死了。我知道，你爹那么疼你，你从小是没受过委屈的。那可不嘛，这几日他们都嫌弃我，哪怕嘴上不说，眼神也像刀子一样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务必会让父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若是能行，表哥此时应该不会带人在这小院中住吧？前段时间我便算到三表叔家中有喜，但却有些坎坷，当时便知道应在你身上，只是没有想到你带回来的人竟然是我故交之女。论私心，我是觉得表哥性格文弱，只怕是不当配的，若不能坚定地保护他，倒不如早早断了为好。当初我与那人成亲的时候，的确是权宜之计，但男儿敢做敢当，万没有始乱终弃的道理。况且相处久了，我也喜欢产女这种耿直的性子，她为人比我坚定果断。我来京之前便曾对天发誓，绝不负她，说到便会做到。表哥可否仔细说说你的打算？产女不懂规矩，也不识字，我会亲自教她，父母面前我也会帮她，不会让她一个人独自面对。她不善文，即便能用几年时间认字读书，但想要达到你们霍家人的文采，那都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便带着她一起离开。我肯定是不赞同的。如果婆婆是个坏女人，我也能狠下心来，可她人很好，也在尽力的对我孝，只是我和她谈不来而已。公爹人也很讲道理，他还谢我和我爹的救命之恩呢。他就是严肃了一点，都不是恶人，结亲又不是结仇。我要是带着相公跑了，那成什么啦？多不孝啊！我爹九泉之下要是知道了，那不是得从棺材里蹦出来骂我？萧表妹，我是真心想要好好对产女的。堂堂男儿，若因为家族的意见，连妻子都要让出去，那我哪里有半点男儿的血性啊？况且我们三房也没打算走仕途，我爹不过一教书先生罢了，我也只想过寻常生活。爹娘反对这门婚事，简直是没有道理的。表兄离家多年，想必是对霍三叔不甚了解，他并非迂腐之人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你的问题。啊，还请表妹解惑。
你叫柴女收敛性情，叫她跟着你学文读字，以此来求霍家包容，本就是错的。表兄一去多年，家中父母忧心，你一回来，带着个陌生姑娘，甚至一味让她退缩，受尽委屈，低人一等。那三表叔怎么会觉得你们夫妻是真心相爱？而你也过于紧张，剑拔弩张的态度也会让长辈心凉又忧心。你觉得柴女性格与霍家不对，但我却觉得她耿直可爱，单纯不世故。长辈若能了解她真实的性情，反而会喜欢起来。表兄，你舍本求末了。所以这应对的方式就是让柴女迎合。表嫂嫂，你是郭镖头最疼爱的女儿，若他瞧见你这般委屈自己，定是要生气的。我能不讨好他们？自然是可以的。你怕他们做甚？便是长辈也是人，你又是连豺狼都不怕，还用得着害怕区区凡夫俗子？有理。我从前只想着无依无靠，身边只相公一人了，如今遇见了萧师傅你，我就有底了呀。我爹还有你都觉得我不应该受委屈，那我就该听你们的才对。对了，萧师傅，你来找我公爹做什么？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吗？你看我一见你就高兴得不得了，都把你的要事儿给忘了。还要劳烦表兄一会儿带着我们去书院，后三叔给文燕布置的课业完成了，我便带他过来让三叔指点指点。我爹收了文燕表弟，只是试着教些日子，能不能收还不好说。夏文燕努努嘴，觉得不服，他这次真行。萧师傅，你弟弟这是被人打了？谁这么大胆敢打你弟弟？简直太过分了！这若是在关西那边，我铁定要吆喝一嗓子，叫上几十个兄弟替你弟弟讨公道的。他呀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该揍。这伤是重了点，养几个月就好了。我记得你爹很会耍刀，你跟着学了吗？我小时候就会了，不过从关西搬走之后，到了外乡便不好耍刀了，怕吓坏别人，只能半夜自己偷偷摸摸的玩一玩。霍家没有一个人有你这般本事，这一点你可是独一份。我在京中有一家膳堂，你若是有空，可以去膳堂里头做武先生，我花银子请你，可好？武先生，我要去。郭柴女更开心了，这么大块头一人，愣是贴在萧云卓的身旁不撒手，这是恨不得拿着脑袋啊，在萧云卓的跟前拱一拱。三表叔这茶是用山泉水煮的，水味芳香，的确不错。不过今日我也喝了表嫂嫂的白水，口渴的时候还是白水更得我心。你尝得不错，一般人闻不出泉水和其他水的区别，白水也挺好。只是喝惯了茶水的，偶尔尝一口白水会觉得清新干净，可若是日日都喝，只怕就索然无味了。爹，也没让你每天都喝白水啊，你有银子，不是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吗？相公还能给你接露水喝呢。我爹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我是白水，那些千金贵女是茶水，你和我在一起就不能喝茶水了是不是？可我也不是水啊，我是人，是活的。知道我这个人无趣，一肚子草包，什么也不懂，但我都不嫌弃他柔柔弱弱，你们为什么要嫌弃我读书少？我们两个都不是萧师傅这样完美的人。你这孩子今日一来就像是吃了炮仗一样，竟然比之前暴躁些了。他从一开始就对你客客气气的，我猜是你教的。本性如此，教不来。既然你直言不讳，那我也就不说那些似是而非的话了。你可想过，霍杰人这么聪明，倘若有一日厌弃了你，或者是你们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，到时候你该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啊，我这个人很干脆的，若我犯了错，我肯定低头认，若他找别的人，那我打他一顿就走。不喜欢就算了，我们只是不擅长对方所学罢了，但心意是相通的。我与你母亲从来就没想阻拦你们，只是怕你们承受不住外人的眼光。佳儿，作为你的父亲，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，若你这次做好了选择，那就要维持下去，记住自己的本心。郭姑娘既是你妻子，又是你恩人，所以若将来你忘恩负义，我是容不得这样的儿子进家门的。你与我的父子情分也就彻底了了。爹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他，我们不会后悔的。行了，你表妹还在，
当着他的面跪来跪去的，成什么样子，让人笑话。